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子孙一身深色牛仔外套和棒球帽合影，冰冷装扮，直爽轻松随和。杨子拍了一张牛仔外套和棒球帽的照片。杨子在公众日活动期间晒出了他在郊区扎营的照片。他说秋天是他的第一季。照片中，杨子身穿深色牛仔外套，直爽、随和、大方，头戴牛仔棒球帽，衣着光鲜。作为一个非常有名的明星，这个 Public Day 的场合应该有很多傻瓜，不断有新的自拍，不管是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。10月6日，有网友评论说：“杨子，你最近2天休息了，别跑去聚会，2天和小伙伴们玩玩，吃喝玩乐都有责任。杨子，你的衣服可以穿得很随意，也很传统。”牛仔服装的决定展现了一种酷酷的厚颜无耻的风格，然而却破译了一种前卫的魅力和一种复杂的感觉。10月6日，有网友留言，可以看到，在 Public Day 场合，杨子选择了深色牛仔，显得格外轻松，基本款，里里外外，造型也非常的干练。保持这种心情，怎么知足？杨子，你自己整理吧，天气冷，还要注意保暖。02肖战身穿深色外套，将帽檐拉低以防中间人开枪，走路匆匆忙忙。中间的拍摄会不断的让明星们心烦意乱，远离他们，影响他们的气质，有时还会拖延很多时间，给他们的工作增加多余的难度。肖战作为替补射手，一直很痛苦，怎么办？一位消遣博主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。视频中，肖战身穿深色上衣、深色短裤和鞋子，从固定车辆中跃出。他裸露的腿暂时还只是轻微的力量区域。显然，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看到他的腿，但是假设你看到，你会感到沮丧。帽子被压得极低，面纱被抬得极高。帽子和面纱之间没有洞口，整张脸真的是无论如何都没有露出来。网友们忍不住想开个玩笑，肖战同样在争取从中介拍摄中赚到钱。这个样子很有趣，但实际上看起来很有吸引力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他穿着深色的衣服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像苍蝇一样漫步，看起来很酷，但又充满了放射。不管某些人有没有露脸，只要看一眼力道，就已经是垂直平直了。从一开始就鼓励个人。我之前对中间人拍摄的召唤几乎为零熟悉，但我也意识到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惹恼贵宾。他们的行为给贵宾制造了麻烦，但也很容易造成阻塞和聚会等事故。对于那些支持中介拍摄的人，他们说自己是粉丝，他们翻山越岭来到这里，就是为了见见他们崇高的形象，了解他们心中的一种幻想。如果符号有这样的病毒面孔，他们会非常沮丧，这些都是纯粹的胡言乱语。肖战曾经说过，我喜欢在常规活动中与大家见面。因此，支持肖战的影迷和众多节目迷都将真心实意地为《如梦似幻》抢票。万一抢到了，还可以漫步在精彩绝伦的剧场里，看到肖战安静的5号在舞台上向人群展示生活的临时和烦恼。他的傻笑，他的泪水，他的轻蔑和牵绊，他的声音，他的气息，我想坐在剧院里看着舞台上的肖战，也会有一种幻想般的倾向。醉醺醺的在浪中等待，他宁可久久不醒。在这样的活动中遇到喜欢的艺人是一件很开心的事。你不会激怒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和宠爱你，在舞台上演绎着生活的喜怒哀乐的你。愿所有的人生经历都是体贴温暖的。咧嘴一笑，继续前行，远方有梦想和14行诗，有无尽的惊喜和品质。03杨子远足扎营照片入选刘雪怡戴同款眼镜，两人关系被热议。一个宣传账号得到了杨子和刘雪怡戴同款眼镜的照片，也因此传出两人相恋的消息。此外，他们俩还都有定罪，而蛋糕事件之前被爆料，所以这次也得到了众多网友的关注。既然很多人会觉得八卦可能是个意外，但假设他被爆了几次，连接两者之间肯定是惊人的。事实上，杨子和刘雪怡的关系本来就已经很合适了，而且两人都是多年的老哥们，要不然也不会熟到一起吃蛋糕的。然而，在蛋糕事件变成 PO 之后，这种追求有所改变。
主要是杨子在那个时候被太多可怕的冲击所击中。起初他变成了一个血腥和血腥的系统，他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普通旅行者来热搜。在当时的蛋糕事件之后，他之前的一些黑色物质又被重新引入了出来，戳男艺人的鼻孔，接触男艺人的大腿，甚至利用女汉子的呼唤做最有效的清查能做的事情。正常的女星都这么干，顶多会被人讥讽太恶。杨子不一样，在秦俊杰和张雪迎的胡辣汤事件之前，他就变成了受害者的一面。当时舆论声讨此人，索性给了他一波红利，但现在显然他自己一点也不轻松。因此，不少网友吐槽他一次又一次站出来，他太双标了。反正当时的情况，他的名声和知名度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但另类主角刘雪怡就不一样了，毫无疑问，她变得有点傻，所以这种形式的丑闻对她来说是不合适的。而且和她有过绯闻的人，竟然变成了来客之花，也因此受到了很多来访者的关注和关注。她直接一战成名，有效地被淘汰出圈，甚至她的消息来源都优越了很多。尽管她是黑红的，但现在首都已经不再为此付出太多的兴趣。在同等事件中，人和女主的后续结局截然相反，杨子变开心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更何况刘雪怡这群人也不是一盏油灯，在此期间，这将协助刘雪怡炒作。此外，他们多次偷偷摸摸杨子。或许刘雪怡自己没必要取悦杨子，可这种对爱好的记忆怎么可能是他小艺人的掌握？反正他身后的环瑞省去了小动作。但这在游乐行业中也是一种完全不寻常的广告方式。说白了，就是看看谁比较有名，想联系他。但在放弃之内，刘雪怡受益，杨子变成了不断的 Q。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是这样，折腾和折腾都会褪色。反正杨子和刘雪怡的关系不太合适。不过在刘雪怡方面不要走得太远，杨子方面也不是吃素的。起初他可能还会看到两人是好友，现在无法再采取任何行动，但是时间长了就认不出来了。看看之前和杨子对抗的艺人，可能没有什么适合放弃的。这一次他和刘雪怡再次踏上新的征程，背后还有推手。这些不是童年的照片，但仍试图将他们联系在一起。然而这把锤子现在显然不再是真的了。杨子帐篷店的老板也出来解释了，说杨子戴的眼镜只是摆姿势的道具，很多人也戴过。既然是个假瓜，这个记住现在对杨子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了。耀华兄表示，杨子这一波又是一场灾难。可以想象，因为恋人的说法，他再次挡住了一些人类的方式。在路上特别难看的眼镜也可以和爱情联系在一起。一个没有实锤的轻松瓜可以在微博上抓这么久，更不用说背后没有人了。不过目前网络上关于杨子的言论还是非常友好的，说内心戏爆料的小瓜肯定是开始无聊了。华哥，我们用语气说一下刘雪怡吧。毫无疑问，这个兄弟有许多关于他的故事。当他在第18行内变得有些明显时，他就变成了一个多嗜好者。在他开始造福之后，他开始爱上女孩，尤其是因为圈子变得非常严格。他以前的兴趣现在已经不适合了，或者他的职业。如果他变成捡起来的，他可能会冷。顺便说一句，这兄弟的税也很成问题，已经有人故意锤他了。至于独特的事态，期待华兄打听。04，我要你顺风顺水。结果5月又一部糖果小狗剧放出了虎狼的构想，孟子领衔主演。他急于澄清旗下艺人的虚假谣言，并蓄意打造全新剧集。于正虽然在幕后最有效率，但在圈内的私底下却丝毫不亚于签约演员。之前有人问过袁冰妍的大致情况，他才敢回答里面的信息。他现在已经毫不犹豫地谈论了他一开始对他的影响，并谦虚地接近了最酷的一面。然后他说，当年差点和他合作，只是他的操作能力有限，所以他再一次考虑到吴谨言。现在在这个社交账号上，他更大胆地发帖，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分享他的每一天。在这张庞大的组织照片中，久违的袁冰妍无疑出现了。
您应该认识到，一旦他因为税收问题而转向新的寻求，他就会排除传统的转发消息。他现在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更新了，甚至相关的表演现在也不再是最新的了。这一次，他的新照曝光，网友们一如往常议论纷纷。在坚决抵制他的付出的同时，只可惜他是一朵成长中的花朵，命运可能很光明。如果他们能再次出现在电影中，那就太棒了。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抱歉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今年的时尚很流行。放弃流离后，近1年012的清白期，他拿出了一部被评为中产的最美好的祝愿。播完不到10天，结果比预想的要好很多。高水平播 S 效果，祝你好运。工业糖精成亮点，假装时间重新引入虎狼概念。像《苍兰诀》这样30多集的剧，再快也要1个月才能看完。而 Good Wishes 收录的只有24集，最后砍掉了2集。在3天播出的情况下，从10天变成了8天。在播出时间非常不利的前提下，该剧目依然位居平台古装区前列，并且得到了车站的认可。有这样的成绩，作为女主，袁冰妍饰演的琉璃一定功不可没。能在同期播出与《试探世界》同档期的中价播出《祝你好运》，只是因为有点花哨，那就是找甜宠标签，以男女主的爱情为主线。即便工业糖精被一笑置之，这个热议也已经飙升。在这部剧结束5个月后，孟子怡的《假装时间》也使用了类似的概念。这一次的虎狼组合不亚于灵能夫妻。还还想理发假装时光被赞为花道服务，孟子沉香点评被逆转。在拍摄时间上，假装时间绝对是同期剧中的小成本，但偏偏这几年的影视热潮，就是一个大投资的剧组也造不出任何经典的造型。另一方面，资金不多的小团队需要通过烧钱来创造新的想法。赵露思、陈芊芊、包山跟李莎莎、红衣梦，经典唐装。好妆容是古剧出圈的一大利器，所以才这么用心。Pretend Time 的造型师真是1分钱1分货，除了女主精致的妆容，配角都采用了发髻造型，就连追随女主的女仆也有自己的发型，从不松开头发。发饰这么多，你甚至可以成为其他剧组的王府小姐。参演《桃花源》后，孟子怡的个人名气开始提升。沉香如碎屑的出现，以及她与杨紫的友好关系，为她素颜美人的形象增添了一抹色彩。这一次，她几乎扮演了一个做作的病美人，以沉香的毅力和热情助阵。这一次，主梁的前期搭建比之前更强了。那么，你喜欢这个节目吗？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！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